经不能算是优秀，已经算是非常优秀了。iCar V23名副其实的网红新车了，你们一直催着我抓紧测试测试，没办法，宠粉的我打了个飞的，车这不就在旁边了吗？吃饭的家伙事呢，也是不远万里给飞过来了。所以本期视频的主题就是 iCar V23性能 NVH 以及你们最关心的续航表现全网手册。感兴趣的兄弟们，记得一键3连哦。那第一个项目呢，就是你们很关注的0-100加速啊。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车呢是双电机4驱的版本，211匹的一个马力。然后呢，现在电量还剩71%，我们切换到运动模式，然后关掉 ESP。好，3、2、1，地板油走你！起步还是有点推背感在的。你们猜猜看，成绩是多少？7.27秒。你看，像这个价位里啊，元 Plus 它的加速是7.3秒，然后银河15呢是6.9秒。那这台 iCar V23呢，本身方盒子的造型风阻就比较大，然后呢还能跑到这个成绩，属实是很不错了。而且呢，在整个加速的过程中，起步的时候动力爆发来得非常迅速，也没有出现挠胎或者打滑的情况。可能呢是因为胎宽比较宽，265的胎宽已经不输一些 BBA 的 SUV 了。另外呢，就是在速度来到80之后，它的加速度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减，依然很足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这台 iCar V23在时速60公里每小时、80公里每小时以及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，它的静谧性表现到底如何？通过测试，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，在时速6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，车内能听见的主要声音就是胎噪，分贝仪显示60.9分贝。当时速来到80公里每小时，风噪会有所增加，分贝仪显示64.1分贝。到了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，风噪和胎噪都会有，这个时候分贝仪显示67.7分贝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使是到了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，整体噪音值并不大，最起码不用大声讲话，放首歌也基本能盖得过去。那这些数值呢，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参考。那这台 iCar V23呢，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诚意的，那就是它的4驱版本用上了81.76千瓦时的电池组，所以我对它的续航表现还是非常期待的。那测试之前呢，咱们先汇报一下，今天呢我们会经过城市道路、乡村道路以及高速道路，大概100公里左右，还是比较符合我们日常用车场景的。那模式呢，咱们就用经济模式，然后三亚这边呢还不是太热啊，咱们就空调24度2档风。OK， 出发。这一坐上车啊，第一件事咱就是得把窗户打开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台车太帅了。我刚才看在路上，我感觉路人的眼光都在看我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虚荣心爆棚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。回到正题啊，首先呢，就是它这个坐姿我很喜欢啊，接近1.85米的车高，所以你坐在车里面，你会感觉你的视线非常宽广。然后前2天呢，我刚开过奔驰的 G500啊，我感觉这台车的视野跟 G500是大差不差的，而且呢，这台车还是极短前后悬的设计啊，再加上它的4驱动力分配是偏向后轮驱动的，所以开起来呢会给你一种开卡丁车的感觉。动力呢也给大家测过了，完全不虚。底盘上面呢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5连杆，整个调教呢非常的有韧性，所以你开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非常的灵活。再加上这个造型带来的接近角43度，离去角41度，它还具备一定的越野属性，说不上有多强，但是呢肯定比一些普通的城市 SUV 要强一些。OK， 续航呢我们已经跑完了，一共是跑了100.9公里，然后行驶时间呢是2个小时37分钟，平均电耗呢是14.1千瓦时。然后我们来计算一下，我们刚出发的时候呢是462公里，现在呢还剩364公里，那就是98，然后就是100.9除以98等于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不是。一台方盒子，一台风阻很大的方盒子，被我跑出了反向虚标。哇，这已经不能算是优秀，已经算是非常优秀了。难道是因为三亚这边太暖和了吗？不行，提车之后，等我们提车之后，我得再跑一次，我看看在南方比较冷的环境下，它的续航达成率是多少。如果还是这么多，我再买一台，
兄弟们，我刚还想着怎么来测试一下它的越野性能，结果好巧不巧，遇到一个大坡，很长很陡，然后呢，里面有很多大的坑洼，还有交叉轴这些，很考验车子的越野性能啊。那咱们就话不多说，好吧，换一个轻越野的模式。OK， 咱们试一下，走，哇，哇，确实有点陡啊，待会你们看那个镜头应该能看得出来。但是这台车的接近角和离去角是比较高的，所以我不太害怕它会蹭到前唇。哦，有点打滑，能不能上？能不能上？能不能上？哇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哇，那么陡的坡，它居然都没有刮蹭啊！接近角是43度，离去角是41度，让我有越野的安全感。哦，再来，哦，啊，好，滑了一下就出来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说实话啊，一般的家用 SUV 这个坡它不一定能上得来，很轻松就出来了，兄弟们。它的四驱、它的接近角以及它的离地间隙，确实对它的一个轻越野帮助很大。就刚才那个坡，普通的城市 SUV 前驱的真不一定能爬得上来，如果是后驱的或者是四驱的城市 SUV 还是有可能的。另外呢，就是今天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湿滑路面以及其他的越野场地啊，那后期呢只能等我们提到车之后，在芜湖给大家再测一遍了，那只能仅供参考啊。经过今天的测试和体验啊，这台埃卡V23呢，我是越来越喜欢了。以前呢是喜欢它的颜值，觉得它好看，开出去有个性。而现在呢，它开起来的感觉同样让我很满意啊，性能、续航、隔音等等方面做的都很不错，而且它在这个价位里呢又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所以啊，此时此刻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赶紧上市，赶紧让我提车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那就到这了，咱们下期见。